男人挑战住在地下12米的避难所里，只要和陌生的异性生存100天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如果有一人提前离开，奖金就会归零。避难所的设计紧凑且合理，不仅储备了100天所需的物资，还可以自己种植新鲜蔬菜，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会被饿死。但是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们能坚持多久呢？主持人关上厚重的大门，地下100天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节目组特意把50万奖金放在2人的床头，时刻提醒着比赛的紧张感。毕竟脱离社会100天，一般人可熬不住。2个人好奇地打量地下室，这里有吃有喝，还有奖金拿，傻子才会离开呢。而且和对方相处的还算融洽。但是长久的地下生活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第一天在充实期待中结束，2个人一觉睡到了第2天早上。他们愉快地一起做早餐，毕竟要生活100天呢，所以尽量和平相处，给对方留一些空间，互不打扰。细心的小美发现这些奖金被锁住了，而且上方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，这正是主持人提前迎接第10天的挑战，前提是他们能坚持下去。第3天的心情依然很不错，他们约定一起健身，做最强壮的人。乔治表现得很绅士，每天都在做饭打扫卫生，而小美无所事事，只顾着貌美如花。这样的相处方式坚持了10天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加漫长。主持人如约进入了地堡，他打开奖金2边的木盒子，里面是手部扫描仪。当小助手按下按钮时，上方就会出现1分钟倒计时，只有2个人同时把手放在扫描仪上才能暂停计时器，不然倒计时归零，奖金就会被烧成灰。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启动一次计时器，而且没有时间规定。Every single day? Every day. What if I'm showering? I don't care the reason why. If you guys mess up just one time, both of you are leaving with nothing. Oh my gosh. 主持人介绍完游戏规则就离开了，2个人瞬间懵逼了，这要是睡着了怎么办？他们商议把床垫移动到扫描仪的旁边，这样就可以随时待命。第11天的时候，小助手再次按下了按钮，还好2个人离的距离不远，只过了5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。他们紧张的心跳加速，1天1次的警报终于解除，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发挥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而小助手也在伺机而动，按按钮的时间从不一致，凌晨、半夜，也可能是其中一人上厕所洗澡的时候，但都被他们一一化解。2个人的合作方式也更加默契。第2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来到了地堡，提出拿5万美金买走30秒的倒计时，只要按下扫描仪不超过时间就能拿到55万美金。这个附加条件很诱人，而且他们之前只用了几秒钟就暂停了计时器，2个人一致同意缩短时间，计时器改成了30秒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了5万美金。挑战越来越有难度，他们也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每次按下扫描仪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0秒钟，掌握的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很快又到了第30天，主持人再次提出了新的挑战，如果取消警报的提示音，就能多加5万美金。2个人商议了半天，没有了提示音，可能随时随地错过扫描仪，到时候1分钱也拿不到，更别说这区5万美金了。能保住55万才是赢家，所以他们这次放弃了加码的机会。主持人有些失落，也只能祝他们好运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乔治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，还要1天3顿不停地做饭，而小美不是在忙自己的事，就是在等着吃饭。2人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改变，从应付说话变成了互不搭理。这样紧张的氛围让主持人决定应该做些什么。于是在第40天的时候，他提出谁现在退出就能拿走10万美金，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Maybe I could leave. I do everything around here. I do all the cooking. I take care of the plants. I even entertain you with how bad I am at the guitar. I think I might leave No, you. you can't. 听到乔治想走，小美极力劝阻：10万美金才多少？55万我们平分不好吗？乔治迟疑了片刻。I'm sorry. But I'm staying! 主持人的离间计没有成功，比赛继续，但这次的选择明显让2人有了间隙。他们话不投机，开始指责对方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主持人隔着屏幕都感觉要散伙。2个人连续4天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持续冷战中。在第48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送进来一个人，为了缓和他们的关系，黄毛必须住满50个小时。无聊的地堡又多了一个人，竟然多了很多话题，气氛也变得热闹起来。黄毛让他们明确目标，这么一大笔奖金足可以改变人生，这不仅仅是为对方而战，更是为了自己。2个人貌似又重归于好，在第50天的时候准备了蛋糕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熬过一半的胜利。黄毛50个小时的陪伴也已到期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地堡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倒计时每减少1秒就能换取5000美金。这个提议很让人心动。乔治认为他们每次都能在10秒之内暂停计时器，多出来的时间换成钱岂不乐哉？而小美却认为有点冒险，
再三斟酌之后，两人决定只减少10秒钟，他们的奖池又增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可以平分60万了。想想都让人激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不怎么说话，也不再埋怨对方，毕竟还有40多天呢，都不想半途而废。共同守护好扫描仪才是两人最终的目标。不管其中一人在干嘛，只要警报一响，都要第一时间去汇合。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死循环，他们的内心满是煎熬。第6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一天触发3次警报就能再加5万美金，两个人无比心动。这么多钱拿回家不香吗？但是理智战胜了贪念，他们拒绝了这次加码。一天一次的警报已经够让人头疼了，而且倒计时20秒非常危险，他们能保护好60万就很不容易了。持续不断的消极时刻缠绕着两人，突然对周围的一切提不起一点兴趣。乔治整天待在储物室里看书，小美无聊到透顶，开始整事。她趁乔治离开的空隙把书藏了起来，事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干的，这让乔治很生气。他突然后悔当初没有拿钱离开，这么多钱可以买到时间，但是买不到自由。第7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用一块黑布将两人分开，在互不影响的时候提出现在离开就可以拿到20万美金，另一个人也不会被淘汰。这次他们该怎么选择呢？小美的内心没有动摇，她想坚持到最后瓜分60万奖金，而乔治很想拿钱走人，他讨厌这样的生活，也讨厌小美。但是20万和30万哪个更诱人呢？乔治的左右脑争论了半天，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，用30天的时间多拿到10万美金，这可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等主持人走后，乔治又后悔了。Would you mind making me chicken? Would you make me scrambled eggs? Do you think when you're done, you can make me like a little bit of eggs and chorizo? It just sucks now. 他做饭做到想吐，而小美懒得一动不动，索性改变不了他就变成他。乔治也变得懒惰起来，他不再管理种植的蔬菜，也不打算做饭，反正饿又饿不死，躺又躺不平。第8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提出让他们休息10天，这10天里不再触发警报器，养好精神去应付最后10天的挑战。他们不再被紧张的扫描仪左右，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。小美开始学着做饭，乔治的偏见也在慢慢消除，两人的关系开始回升。很快就到了第90天，主持人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他重新将计时器调整到1分钟，每天开始倒计时后将不再重置，这1分钟的时间一直撑到比赛结束，接受挑战就能多拿到10万美金。两个人都动心了，而且他们每次的用时只有5秒钟左右，足可以撑到比赛结束。他们一致同意将奖池增加到70万美金，越来越多的筹码让比赛更加紧张。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搬到了扫描仪旁边，争取不浪费任何1秒钟。乔治睡觉也要抱着扫描仪，只剩下最后10天了，一定要带着奖金回家。当警报器响起时，两人快速做出反应，只消耗了2秒钟就停止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剩下的时间可以休息了。才刚刚过了午夜12点，警报器又响了，这次还是2秒钟结束。小助手的计谋没有得逞，但他们总要上厕所吧。小助手们一直在等待机会，等小美跑去卫生间，他们赶紧按下了计时器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小美迅速折返回来，按下扫描仪。看来这厕所是不能去了，但是人有3急，乔治决定上个这辈子最快的厕所。Hugo! Come o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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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on! 还是没有上成，警报器没响之前，两个人都不能离开太远，还剩下好几天呢。46秒的时间一定要坚持到结束。小美特意画出一条警戒线，不超过标记就能及时化解危机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每次只用几秒钟就能暂停计时器，只要保持住节奏，就能轻松撑到最后。终于熬到了第100天，两个人激动的一夜没睡。他们按下了最后一次的倒计时，终于结束了100天的噩梦。离开这阴暗潮湿的地堡，仿佛获得了新生。两个人也如愿拿到了奖金，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，一切的坚持都是那么值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